43协的辖区在山西，出了山西就属于越界侵权，需先请示。龙池将军外出公干，不在军中，丁宇副官需要等到他的许可之后，才可以带兵前往福建。没有请示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我是大姑谢衙捕快。以大清律例，你是跨省追凶，跟你聊天聊的我都能背律例。不过啊，你不穿北洋那身衣服，我看着顺眼多了。多谢大人，难得让你顺眼一次。哎，那个女人是个什么人啊？她是大姑9人血案的苦主，也是唯一的幸存者。荣天岭一行的罪行就是她指认，我已经详尽盘查过了，她没有疑点，也不是维新那些鼠辈。哦，如果她有问题，我早已将其投入狱中，或者直接诛杀。我信你，你这个杠头哪容得下睚眦啊？不过，你对她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好啊？你喜欢她？宁姑娘对我很是照顾。好了，就此事，我在下和她……等，我不管你好没好，你不嫌碍事你就带着。不早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怎么了？林姑娘在里面，那不正好你俩一块儿睡？这怎么可以？你想睡我这儿啊？啊！你这儿这么大的地儿，你睡这儿，我睡这儿，我就睡你这么大点地儿。我这儿再大，你也给我滚！你再买一张票不行吗？你不会又没钱了吧？你从北洋出来就不带点盘缠？你是打定主意这一路吃我的喝我的啊？好，来这个，你拿着。不，大人啊！你也别给我你家钥匙，算我求你收下来。谢阁下无罪之恩，滚！大人。你怎么？我不是给你和林浩瀚一人安排了一间房吗？门口没人看守，没事儿找事儿是吗？没人看着你还不舒服了是吗？你不怕我跑了？你可以试试啊，这是火车，你要往哪儿跑？你倒是可以跳窗，跳吧，你敢跳我绝不拦着你。你不是说你和你的同志们都可以出生入死，舍生取义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要找金坛秘藏，你知道我也要找。我就算跑了，行动轨迹还是会跟你无限接近。你的信息比我多，行动也比我一个人要便捷得多。我跟着你，起码接近真相的可能性会更大。所以你相信，就算没人看着我，我也不会走。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但全错。哦？你能到山西，说明谭仙死前把秘密告诉我。知道这个秘密的还有卓不凡，所以他们也到了山西。我们知道谭仙的秘密，都只是到山西，因为从山西去福建的线索，是我们到平遥找到菩提传人的墓穴以后才得到的。从表面上看，谭仙的秘密就到这儿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，否则就挖个坟，谭仙至于跑到上海再搭上一条命吗？所以谭仙的秘密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部分，而这个部分你应该知道。就算有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你当然不会了，我也没打算问你。但到了这个秘密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藏不住了。你不用笑，我了解你们这帮人。是，你是不会跳窗，但你们真是会出生入死，真是会舍生取义，这点我信。你抓过很多我的同志，同盟会吗？你是第一个。那你为什么信？舍生取义的人有很多很多，我早就见识过了。
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这句话，但当时的我懵懂无知。而就在这趟上海开往山西的火车上，我与这个剑客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没想到我又再度想起了这句话。每个人都会有过去，就算一个朝廷鹰犬，也会有过去。我叫门三刀，过去在狱中度过了12年。出狱后，我发现世道变了。在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份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做他们自己的生意，不过他们是求生，而我是取义。这年头，好人永远比坏人难做。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。所以我本以为我会就这样孑然一身小半辈子，但枪响的一瞬间，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背影，那个我念念不忘12年但不敢提及的背影。他的样子很像，走路很像。我看了很久，我知道其实不是他像他，是我想他了。因为想，所以像。但有些事没法再来，就像有些车不能倒着开。时机很重要，来得太早或太晚都不行。于焕杰，他给我们留下了密函。卓不凡诱敌，他带人去了山东安徽市，下一个线索就在那里。山东是本军方控制的区域，我已经发了密电，让他们严密关注。取消吧。于焕杰他的消息来的实在太满了，他才是我们安排了诱敌的饵。连安进来消息说，卓不凡一行现在已经去了福建的安慧寺，门三刀和王地宝他们2个已经赶过去了。我那里有2张床，你何必在这里委屈自己？这有什么委屈的？我在这儿挺好的。跟我进去。不方便。哎，你这是？反正你不跟我进去，那我就出来陪你。你跟我以为的捕快不一样，你说话有读书人的调调。其实我原本就是个读书人。我说呢？我家住在天津的郊县，算是书香门第。只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没落了。我爹是光绪3年的秀才，只不过10年科考，未取得半分功名。那他岂不是把所有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了？我爹教我读书可是严苛呢。我自幼通读八股，隔3差5我爹就要抓我过去模仿科考。那你小时候可够惨的。在光绪28年，我去准备科考，可是那一年，娘去世了，我得守孝3年。3年之后，谁想到那一年，科考竟然废除了。我爹一生都希望我博取功名，哪知道一夜之间，痛不欲生，一病呜呼。给我爹办完丧事，家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，得糊口啊，我就跑去了大沽县衙，想谋份差事。本来我是要去应征文书的，结果那天招的是捕快，我凑在旁边看热闹，结果一不小心被挤进了教场。哎，对，再来打，快点打，快点打！我是来应征，别耽误事儿，赶紧打，打！哎呀！就不一样，你可以吗？啊，继续。大人，我知道你是行，
但打一场还不够，下一个打他！来！我继续！哎，你还可以啊！哎，过来！你叫什么？王家洛。师爷，当即录用，捕快王，你王什么王？王家洛。哦，对，王家洛。大人，我是来应征文书的。我知道你是来应征文书的，把文书记下。就你这功夫，你来应征文书，那不是有辱斯文？在下以为，哎，这位好汉，上前一步。县太爷，当捕快挣钱多，俸银比文书高出1倍。知足吧你，我都想当捕快，他们不让。捕快威风，腰里挎把刀，啥好东西都往家里捞，还能横行乡里，欺男霸女，可带劲！大人，在下生平最憎恨的就是欺男霸女、横行乡里。我在考验你。就他了。可是你一个读书人，怎么会功夫的呢？那是我10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疾，痊愈之后身体一直都很虚。大夫建议我最好能够习武强身，可是家中贫寒，无钱拜师。我记得当时村头的破庙里有一个老疯子，自称是武林高手，我就跟着他胡乱的练了几年，没想到身体真的强健了许多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功夫好不好，第一次跟人动手就是选捕快的时候，那次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大沽县第1高手。你本来就很厉害啊，你打败了荣天里那么多高手嘛。是啊，这次追凶我才遇到真正的江湖高手。说实话，他们功夫确实比我强，但我觉得呢，也没强太多。其实我也能算一个高手吧。这一生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变法，废科举。他让你失去了科考的机会，你当然恨了。让天下读书人再无前程。但是，我自己能不能参加科考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什么是最重要的？维新动荡了皇权，进而毁掉了大清。但凡是危及皇权、危及朝廷的事情，都于民不利，于国有害。圣贤自古就以说清的缘由建好了规矩，怎需去变？同样的法，同样的皇族，从前有康乾盛世，有纵横四海，缘何要变？是要强国，但强国何须要变法？如今国力孱弱，民心涣散，要变的不是朝纲，而是人。如果每一个读书人都愿意为皇上解愁，为朝廷解忧，倘若每一个习武者都愿意为大清拼杀，为社稷搏命的话，又何惧列强？我竭尽全力，千里追凶，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纪律例，更要立心从治。国不可无君，朝不可无纲，法不可无纪，臣不可无节。即使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，已经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仕途，但我宁愿在这小小的县衙里，守规矩执着，守法纪坚持，守清流崇敬，守如此气节。
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是怎样的人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可是为了救你才向门三刀交代的信息，因为担心你的安危，我连跟门三刀开个战谈谈的事儿都给忘了。可见我是个性情中人，可见我对柳小姐你真是有着情意呀。我知道你就是宁死也不愿意看到那帮蜻蜓走狗得到秘藏，不过结果还说不定呢，没准卓不凡拿到了，他发了，也没准都找不到，大家空欢喜一场。不过好在咱们现在跟着门三刀呢，万一内务府找到，应该少不了一份大事，大不了到时候分孙先生一半，意思到了不就行了？柳小姐，你觉得呢？你明大早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？我是想表达一下咱们的情感。滚！穆千兄，这火车上你让我滚哪儿去？一看你就还有起床气。等下到了江宁啊，我给你弄点雨花茶败败火。其实到了今年这边，拜火那还用茶呀？我就是想表达一下，你看这些天来啊，凭借我天才的眼光和出神入化的手艺，还有一颗为朝廷效忠的心，最终在一堆碎成渣的词典当中找到了关键线索，成功的将目标清晰地指向了福建安徽寺。既如此，我多少算是立功了吧？要是找到了秘藏，于情于理，兄弟我都得分得一份吧。找到了，重重有赏。哎，还是穆青兄豪爽大气，痛快。能赏多少？我知道，这事儿穆青兄还得问问上头的意思。不过我觉得吧，2成，肯定是有点多了。1成总说得过去吧？行了行了，可以滚了。能不能先立个次序？我不是信不过穆青兄啊，我是担心万一要是穆青兄遇到点什么意外，内务别的人不承认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要是死了的话，死之前一定先把你给砍了。那不能，穆青兄哪是那样的人？穆青兄，要是找到了宝藏里面有古玩什么的，以我的本事，必然能卖个好价钱。林浩瀚，你这一大早叨叨的，我脑袋都疼了。滚！再不滚我就把你丢下去。行，穆青兄，别喊，别动气，不用您扔，咱马上就到了啊。吃点吧。掌门，喝水。谢谢。再监视一下，等我们到了西安府就换火车。这江南本是富庶之地，为何处处都是乞丐和流民？现在10几个县城遭难，房屋冲倒，农田被毁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啊！灾情如此严重，怎么不见朝廷来赈灾呀？上报了吗？其实今年的雨水和往年差不多，只是因为朝廷拨款修筑大堤的银子，都被那一茬茬的地方官员贪污克扣了，这
偷工减料筑起的河堤呀，水还没涨上来就扛不住了，结果一场平常的洪汛就决堤发水了。地方官员怕上报后会追查兄弟渎职一事，只能隐瞒灾情。衙门拿不出钱来，只有拼命的预收赋税，已经逼得商家把10年后的税钱都交了。原本凑了点钱就能赈灾，没想到浙江这边又闹起了旱灾，朝廷拨了赈灾款，免了些税赋，内务府就只能把原本要浙江进献太后贡银的数目加到江苏来了。这一弄，灾民们就彻底没法管了。可是这么多灾民，地方官员也扛不住啊。直到前些天，才不得不跟内务府求情。我好不管了，再不管，死人太多，就兜不住了。我就是个小官，俺没啥个钞票，我把半年的俸银都捐出去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我兄弟来了就请那个小外地吃饭。这是什么话呀？这小馆子的东西啊才好吃。葛太兄，你这个兄弟啊是条汉子。他当然是条汉子了，到哪儿都能把上司给得罪了，才混成这德行。来，敬兄弟一杯。大人，这地方的官员听说您在此处，已经过来了。王务去杀江道来了，那我先走啊。我看不得这帮人的嘴脸啊。也好，他们来了，这一顿肯定是他们掏钱，我还省着呢。葛大人，各位兄弟啊，保重，后会有期。葛太兄，你这个兄弟有意思，是个杠头。内务府大人来到，下官有事远迎。大人怎么能在这种破馆子吃饭呢？请大人移步，下官在最好的酒楼摆下了酒席。我等还有要务在身，就不劳烦两位大人了，多谢啊。二位大人，我等确实是有要务在身，要不然一来的时候应该先去拜访你们二位的。大人何必客气呢？公务要紧呐，这吃饭也要紧。咱们走吧。可我们这都坐下了，现在走恐怕不太合适吧？要不你们差人去把你们备好的酒和菜都给取过来？要。对了，咱们这当地有没有什么特产能带着在路上吃的呀？那太有了，酥肉、酱鸭、糯米糕，还有蹄膀、火腿、大肉肠。待会儿我让他们送过来，给您带上。有劳了，有劳了。改日你们去了京城，我做东。不放着。葛大兄，将那俩孙子拿的酒菜，还有那些个特产，都分给这些灾民吧。我把店里的几百个包子也全都买了，一并发给他。我自己掏的钱。这么多灾民，哪儿救得过来呀？对了，存清大人到了。存清大人，他怎么会来？大人是来赈灾的，听说咱们在这儿，在府邸等你呢。我把东西发了，就过去。走。你不觉得整个大清已经病入膏肓了吗？从皇室到地方衙门，再到县衙，通通都已经烂透了。君不顾民，官不顾国，这样的王朝还怎么救？你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吧？你刚才跟那些地方官有说有笑的，就是为了拿些东西来给灾民。你想帮他们，你不忍看他们挨饿受冻，
但是你能帮多少？你能救他们吗？大清已经烂透了，无药可救，唯有推倒重建，方能够再度崛起。你说的很有感情，但如果下次再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就让人把你押回京城，交由刑部处置。走啊！唉，悲喜交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净坛密藏终于有了点眉目了，这是好事啊。可是它终究会落在谁的手里头，这又是未知之数了。哎，这个事情本来就很难，能够走到这一步，实属不易。属下未必能找到，但我不会输给别人。我们得不到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啊！大人，属下冒犯。有话直说。大人是不是已经确定这意图谋反的人就是齐亲王？那大人为何不直接将其拿下？以内衙在京城的势力和大人的谋略，此事应该不难。要抓他太容易了，说抓就抓了。大人是在顾虑拿下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？对，拿下之后该怎么办？设局大逆不道的话，当今的皇上还是个孩子。可是齐亲王他又是皇上的表叔，他要政变。他们这一家子的关系，满朝文武心里都明白啊。论在内阁的力量，他不输给摄政王载沣；论军事，他有北洋的女婿，他跟各国的使节过从甚密。说不定现在朝中有很多人都已经认为他比宣统帝还合适。唉，你看看这个，以前我专门挑了一份礼物给齐亲王，是欧阳询亲笔写的《庄子列御寇》，读过没有？朱平慢学屠龙，于之离异，但千金之家，3年继承而无所用其巧。大人是想提醒齐亲王不要想着屠龙。齐亲王雄谋大略，他很快的就送我这份凋零扇。以前的诸葛亮就用过凋零扇。三国蜀志闻之，儒生俗世，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卧龙凤雏。哎，总而言之，就是齐亲王他提醒我，你最好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哎，今天无论是大清也好，是齐亲王也好，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就是大清现在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，而收拾这个烂摊子，靠来靠去，没有比靠前更重要的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内务府能够尽快的找到净坛密藏，这样就救了大清，救了朝廷，也救了所有的内衙，也救了我们自己。明白。反之，如果这个宝藏让齐亲王给拿走了，那他就彻彻底底的赢了。唉，我不希望看到他赢，但我也不希望他输。最好的结果就是钱在我们自个儿手上，在朝廷手上。这样，齐亲王就得乖乖的在内阁为大清撑着江山。哎，我把话说的重一点，社稷的安危就寄于你一个人身上。大人，属下有一事不明。属下这一路走来，看到全是灾民，凄惨不堪。既然大人已经到此，为何不见衙门开仓赈粮呢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是要赈灾啊！我也在等啊，我也着急呀。是赈灾物资还没到吗？不，朝廷的物资早我们3天就到了。那为何不开仓赈粮？时机不到。时机？时机，穆青啊，赈灾它是要讲时机的。哪儿的水旱灾一发，朝廷马上开仓放粮，老百姓会不过意来，他可能还会埋怨你。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带的东西够不够啊？还嫌米太糙，还嫌菜会不会烂呐？有没有鱼肉啊？最好多给点钱呐什么的。还要再等一下吧，再等他们死个几千上万的，那时候开仓放粮，
大伙儿不但是感激朝廷，个个哭喊着皇恩浩荡。这是千百年来救灾的总结的一个经验啊，讲的大概就是人性吧。哎，就那个字儿，愚。大人开门啊！求求我们了，大人！大人，我是江南制造局的。大人，求大人救救我，救救我一家老小！你有什么难处？我本是江南制造局的账房执笔，叫何富贵，也是吃过皇粮的。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江南制造局本来每年盈利不少的，但是跟衙门上缴的银两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连年盈利又连年亏空，迫不得已只得裁减人数。小子丢了差事，已经3个月了，实在不敢告诉家里边刚生了孩子的媳妇儿。现在小子手里边身无分文，老婆又不下奶，我又食了3吊鲫鱼吊奶，孩子还缺一件过冬的棉袄啊！大人，我本想沿街乞讨，可是你看看这满大街的乞丐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！大人，我就要4两银，4两银就能帮我全家老小渡过难关，求大人了，大人。哎，这是4两银子，够买3担米的，够600、700人能活上1天不饿死的。你说这银子要先给你呢，还是给那600、700人，让他们先不饿死，继续找饭辙呢？不是，大人，我就要4两银啊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不是不可怜你，我是不能不可怜满城的灾民。大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人，是我何富贵从未少缴过半分赋税，我在制造局也没少帮衙门赚钱呢。现如今我落了难，讨4两纹银都讨不来，你这是官逼民反呐！官逼民反？你想反？你敢反？把他给我拿下！哎，大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人，你速速去办你该办的事儿，这儿都差不多了，天黑之前就会放了羊。好久没能出去了，大人。大家不要急，每个人都有。赶紧下去，让他们排队。大家都排好队。啊，每个人都有，别挤啊。这就是朝廷，这就是皇恩。这一场灾下来得饿死多少人？朝廷即使再难，也不可能不管子民。天灾人祸，灾难来临时，也只有靠朝廷，才可以力挽狂澜。过去！哎，人都要排队啊！不要抢！你们走吧。林姑娘。
千哥，大人，你辛苦跑一趟，去制造局打听一个以前的账房先生叫何富贵，问一下他家住哪儿，把这些钱给他的妻儿。去。是不是觉得给了钱，良心上就会舒服很多？10几年后，何富贵的孩子会长大成人，你觉得他是会记得你这个给了他一锭金子的大内侍卫，还是会记得逼死他父亲的清廷？4两银救不了何富贵，更救不了满城乞丐。一锭金子或许能够救何富贵的孩子，但是救不了千千万万更在饥寒贫困中的孩子。清廷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民命不敌皇族冷暖，苍生不及权势抗衡。如此政权，就算你拿到了禁坛秘藏，也成不了救国良药的。清廷的体制已经坏了，唯有连根拔起，才能够治标治本。12年前，我在先帝身旁，听他和康梁聊变法，也曾说过这样的话：变法成天下之治。先帝说，这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。那时我只是一个御前带刀侍卫，每先帝和维新党人议战，我都在，听多了，自然也明白了其中许多道理。先帝说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贼，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这心中之贼到底是什么呢？朕以为，这第一个贼便是伪善。我们平时所学习的程朱理学，无非就是存天理，灭人欲。但是翻翻我们的历史，历朝历代，靠圣人学、仁义道德，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？光讲仁义道德是不能够解决一个国家危难的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所学的4书5经，苦苦研习的八股文，能挡得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吗？能改变贪腐横行、土地兼并、流民千里、国家机密丛生的局面吗？我知道我救不了千千万万个孩子，我给了何富贵的孩子一锭金子，心里头就觉着，我好像给了千千万万个孩子一碗饭，这就是伪善。母亲大人，不叫我鹰犬了。你不是寻常的鹰犬，你其实是有接受变革思维的。你经历过公车上书，参与过戊戌变法，这是中国几百年来历史上变革最大的一次了。尽管变法没能成功，但你是亲历者，你是知道变革有多大力量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关于国之未来，朝野之议的有4者：第一，是既得利益者，就是王侯将相，是守旧派；第二，是主张技术强国、军事强国的洋务派。中堂大人，对，就是他。但他没能成功，也没能改变中国。第三，就是光绪帝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派，主张制度强国，主张以皇帝为核心。你们也失败了，你们的变法只坚持了100天。103天。没错，
第4就是孙先生了。其实孙先生和康有为、梁启超有着相同的见地，但是不同的是，孙先生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这个世界由民族、民权、民生构成。孙先生的理想就是要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，走向共和。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。孙先生的理想令人敬佩。他的理想就是希望4万万同胞人人不提饥、不好寒。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武清大人，你还是叫我鹰犬吧。你不是寻常的鹰犬，你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行为的。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叫你同志。如果我找到了净坛秘藏，如果我把秘藏交给你，交给孙先生，那孙先生能够完成他的理想。我不能骗你，我不知道孙先生能不能实现，但是我可以笃定地告诉你，无论生死，我们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进。谭仙的秘密是什么？没有秘密，我怎么找得到净坛秘藏？谭仙的秘密就是平药乱分，别无其他了。你们叫什么派来着？我们革命派，对吧？革命，革谁的命？改制和立宪，这些先帝当年都能够理解和接受，我自然也能够理解。但孙文这一套，我不是不懂，你是要我自己反自己不成？你是同盟会乱党，我是大内侍卫，咱们俩从立场上就是对立的。我之所以不审你，原因有2：其一，我说过，我不觉得改制和变革是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我也见过许多因为要改制和变革最终流血死去的人，我自己也因此做了12年的苦役。所以，纵然你是谋反重犯，我心中对你还是有一丝不忍。而且我坚信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，对你用心多半没有结果。你这套革命共和理想的话，今日我就当作没听过。但日后你要是在我面前再说上一个字，我就让你试试。滚！我就说了，你就还该叫我鹰犬。原因有2，你只说了1个。你们这帮搞革命的女人哪还有一个女人样？老子不想看你的大脚！至何处，因死非红血，逆风
亮，敢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，难酬之中虚妄，饮冰10年。